蒋梅孙蒙冤被害事件是这一切故事的起点。前世的宋墨因为这件事情对自己所信仰的忠义产生了动摇，不惜谋反也为舅舅平冤。这一世，故事的主线也都是跟着这条线在走。最后的结局便是，这一切都是万皇后与其子庆王为谋反所做的前期准备。看似蒋梅孙是被庆王一党所害，其实这件事情中皇帝本身也是难辞其咎的。皇帝对蒋梅孙对他的忠诚是绝对信任的。与所有人猜测的不同，皇帝并非是忌惮蒋梅孙功高盖主，蒋梅孙被人弹劾之时，他也并未真的怀疑他，但是他还是顺势将他收押到京城受审。其实这一切都是根据时势下的一盘大棋，只是为了替太子铺路。太子这个人太过刚直，这个特质放在臣子身上还能算优点，但是放在未来的一国之君身上就很危险了。直白点说，他有些不属于皇室的单纯，觉得只要自己诚心对臣子对百姓，就一定能受到他们的绝对臣服。皇帝就是太了解太子这一点，所以趁这个机会提前为他收拢蒋梅孙的忠心。皇帝和蒋梅孙是年少情谊，所以他一直对蒋梅孙对他的忠诚深信不疑，但是却不敢笃信，在他薨逝之后，他对太子是否有同样的忠心。他原本计划是他对蒋梅孙施威，让太子施恩，这样太子便对蒋家有恩。他太了解蒋梅孙的性情了，有了这份关系在，太子又是忠厚之人，蒋梅孙乃至他身后的定国君便是太子身后最大的依仗，太子便可后枕无忧。但是他却没能保护好蒋梅孙，让他在途中被害身亡。其实这样就侧面说明了，皇帝此时对朝政的把控力已经开始出现失控了，万皇后的势力已经到了他不得不忌惮的时候了。这也是后面他明明知道所有真相，却要无奈将所有真相掩瞒的根本原因。这不仅是为了保全宋墨和定国君，也是此时他根本无绝对把握与万皇后彻底决裂。蒋梅孙是绝对忠诚于皇帝的，万皇后和庆王想要谋反，最大的威胁就是他背后的定国君，所以拔除蒋梅孙就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，也就有了蒋梅孙被弹劾这件事情。按照皇帝的计划，蒋梅孙是不可能死的，而对于万皇后来说，她是不可能允许蒋梅孙见到皇帝的。蒋梅孙曾经给英国公府写过一封信，就是这封信加速了他的死亡。蒋梅孙已经察觉到庆王谋反的事情了，虽然没有真凭实据，但是凭借他在皇帝心中特殊的地位，皇帝一定会有所防备，而且这也是他们截杀蒋梅孙最好的机会。蒋梅孙死后，皇帝原本也想着要替他平冤的，但是当他知道蒋梅孙是被万皇后和庆王所杀之时，他立马改变了想法，不仅仅不替他平反，还帮他们掩盖真相。因为很现实的问题，蒋梅孙一死，他没有了最大的依仗，一旦跟万皇后决裂，他们之间鹿死谁手犹未可知。相反，暂时将这件事情压下来，保住宋墨和定国君，只待日后寻找最好的机会，改年号为凤鸣，同时大赦天下，蒋家男子流放，女子归还旧宅。皇帝明知蒋梅孙冤枉，依旧让他带着罪名而死，蒋家也受到了惩罚。而皇帝这样做，实际上别有用心。在蒋梅孙死后，皇帝便把年号改了，上一世并没有这件事。而皇帝会改年号，是因为这是他和蒋梅孙年少时共同的愿望。戒尺一分为二，皇帝和蒋梅孙各持一半。年少时皇帝承诺不会疑心蒋梅孙，若自己有什么做的不对的，蒋梅孙更是可以直接拿出那一半戒尺，到头来却是蒋梅孙死于非命。皇帝虽不疑心他会背叛自己，却用他来给太子铺路。奉先公以赵夏熙，民法度之嫌疑。青年时期，蒋梅孙和皇帝都想做出一番大事业，清丈土地，裁撤冗官，平定战事，这是两人年轻时候的梦想。凤鸣这个年号也是两人一起商量出来的。不过皇帝登基后，朝堂局势瞬息万变，凤鸣这个年号便一直没有用上。蒋梅孙死之前，皇帝没有完成两人昔日志向，皇帝便想着在自己死之前试一试。凤鸣不仅仅是一个年号，更是皇帝想要把朝中冗官一网打尽的决心。皇帝深谙魏军之道，为了让太子顺利登基，为了让蒋梅孙忠于太子，他安排蒋梅孙入京，自己施加惩罚，太子施以恩惠。为了防止万皇后专权，他留下让万皇后殉葬的圣旨。可对于朝堂中的乌烟瘴气牵连甚广，皇帝多年也没有处置，直到蒋梅孙死，
皇帝在世人面前上演了很多自相残杀的戏码，为的就是让万皇后放松警惕。万皇后自诩一切都在按自己的计划进行，却不想皇帝早就安排好了一切。皇帝除掉宋末找出的证人，因为指定庆王的罪是不够的，有罪的又岂会只有庆王一人？朝中杜重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牵连着世勋皇亲这样的参天大树，皇帝只能徐徐图之，让他们一个个浮出水面，最后一网打尽。蒋梅孙活着的时候，他莫能看到和亲海晏，为了皇帝一直在征战，可他死后，皇帝却除掉朝中杜重，完成他们昔年之愿。只可惜蒋梅孙却是怎么都看不见了。作为帝王，皇帝会权衡利弊没有错，可作为朋友，皇帝的算计实在令人心寒。蒋梅孙的死幕后主谋就是皇后，皇帝的病也有他的手笔。万皇后是继后，先皇后生下太子，他的儿子便只能是亲王。皇帝为了防备他们，让庆王的封地离京都很远，平时根本无法回来。一开始，万皇后对皇帝这个位置也没什么想法，直到听到了皇帝的谋划。皇帝身体不好，很多朝政大事都是由万皇后处理的，她代替皇帝批改奏章。万皇后虽然只是女子，但完全不输男子。她在入宫前也曾女扮男装，想去参加科举。进宫后，皇帝十分欣赏她的才干，放手让她发挥自己的才华，教她如何处理政事。为了天下，万皇后熬坏了眼睛，可随着时间的发展，她的能力越强，皇帝也对她越来越忌惮，甚至想着铲除她。皇帝和蒋梅孙情同兄弟，他从来不相信蒋梅孙会背叛自己。他明知蒋梅孙没有犯错，为何还要蒋梅孙回京呢？这就是他的布局。当时的他身体已经很不好了，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他在为太子做打算。皇帝信任蒋梅孙，但同时他也忌惮蒋梅孙。蒋梅孙手上有兵权，他不确信如果自己驾崩后，蒋梅孙是否会忠心于太子。他安排蒋梅孙回京，安排他下牢狱，就是想着太子登基后给予恩惠，让蒋梅孙感念太子的救命之恩，对他忠心。皇帝对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尚且能够算计，对万皇后更加不会手软了。皇帝忌惮万皇后在病重之时曾留下遗诏，若自己去世，万皇后殉葬。他没有想到的是，万皇后听到了这一切，并着手为自己打算。万皇后处理朝政多年，在朝堂上早就培养了她的力量。对皇帝来说，有人分担这是好事，但对于太子来说，有一样手握大权的继后可不是什么好事。对皇后和蒋梅孙，皇帝都有感情，只不过这份感情在江山社稷面前显得特别渺小。万皇后的儿子是一方藩王，早早去了封地。皇帝曾留下话，若自己去世，太子不可入京发丧，若庆王有什么异动，定国公立马以讨伐之名平乱。万皇后和庆王一直被皇帝防着，甚至想着除掉他们，只因为他们太优秀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万皇后自然而然先发制人，给皇帝下毒。她想着让庆王登基，到时候自己垂帘听政。只不过一切还没有来得及收手，他们就已经输了。定国公的死和皇上中的毒，都是万皇后的手笔。从她的所作所为来看，她就是背后隐藏最深的人，也是宋末和窦昭需要铲除的对象。但她的所作所为完全是被皇帝逼的，她做的这一切不过是为了自保罢了。万皇后才华出众，皇帝身体不好时，一直是她在处理朝政。在入宫前，她曾经女扮男装去参加科举，入宫后，皇帝也十分欣赏她的才华，放权给她，教她处理政事。万皇后做得十分出色，甚至熬坏了眼睛。这样的付出得到的却并不是皇帝的赞扬，而是她的忌惮。万皇后越是出色，皇帝便越是防备她，担心在自己死后万皇后会把控朝政，想着让万皇后给她殉葬。万皇后做了这么多，完全实现了自己的才华。一开始她并没有想着皇位，先皇后生下太子，她的儿子便只能是藩王，远在辽东，平常很难见面，这些她也接受了。可皇帝却还想着要她的命，这一点她不能接受，于是便提前谋划，给皇帝下了怨憎会，同时害死了定国公。和皇帝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万皇后又怎会不知皇帝心里在想什么？皇帝想给太子铺路，他便直接让定国公这枚棋子变成废棋，同时让宋末恨上皇室。上一辈子的他是成功的，宋末将整个皇室都杀了，万皇后没有赢，可皇帝也没有赢。万皇后如果不反抗，等待他的就是殉葬。
这是必死的结局。为了活下去，他只能谋反。他想着让自己的儿子做皇帝，自己垂帘听政。皇帝为了杜绝他在自己死后把控朝政，却完全将万皇后推上了另一条路。一开始他也是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地处理朝政，可换来的结局居然是殉葬，这又让他怎么接受？从始至终，朝堂上都是万皇后和皇帝的对抗，其他人不过是他们手中的棋子。皇帝身患重病，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铲除万皇后一党便是他能为太子做的最后一件事。而万皇后也知道，如果自己谋逆没有成功，等待自己的便是死，反正怎么样都是死，何不为自己拼搏一把？最起码他还有赢的机会。但最后在宋末的支持下，万皇后惨败，不仅他没有好下场，连他的儿子也被连累了。如果他不反抗，殉葬的人就是他一人。